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防务面对面，我是王宇天。5月13号，俄乌战场出现了一件大事儿，一天之内，俄罗斯4架战机被击落了，这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俄罗斯空军遭受的最大的损失。那么这一次损失究竟反映了什么问题呢？我们请来了军事专家王云飞老师，我们一起聊一聊俄罗斯这一次为什么损失如此惨重。正如你刚才所说的，一天之内被人家干下了4架。而且呢，坠毁都是坠毁在自己的境内，这个在俄罗斯的空天军的这个历史上，应该说是在平时时期冷战结束之后还是第一次。上一次那个连调4架飞机呢，还是70年代，当时是以色列伏击了俄罗斯的这个米格21战斗机，当时打下来4架。这一次损失了1架苏35、1架苏34、2架米8，尤其是苏35和苏34啊，那都是俄罗斯现在最主力的战机了，可以说。对的啊，那现在俄罗斯可以说真的应该是很心疼，难怪我们一般的观察者啊都感到非常意外。我估计俄罗斯空天军也感到非常意外，4架飞机都不是大家认为的那种传统上认为的是落后的飞机。苏35卖了那么多国家，整体性能还是不错的，而苏34呢也是性能非常好的，作为前线的一种攻击力量。应该说它的性能还是比较优异的，但是即使这样也被人家干下来了，这恐怕反映了俄罗斯空天军呢他们的防空作战方面的很多问题。我注意到哈，这一次被打下来的这个地方啊，是在俄罗斯境内，距离边境线还有50公里远呢。对。那么现在就是我们首先可能要分析一下，就是乌克兰用了什么武器把这几架飞机打下来了？你看啊，咱们可以稍微展开一点。如果说用空空导弹，有没有可能呢？咱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乌克兰军队它也有俄罗斯过去的像 R-27空空导弹，这一型空空导弹的射程也还可以达到60公里，所以坠毁在俄罗斯境内50公里之内，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这是一款导弹，还有一款导弹呢，就是 R-73空空导弹。不过这型空空导弹呢是格斗导弹，它的射程呢只有10几公里。如果说被击落下来的飞机坠毁在俄罗斯境内几十公里，那么就意味着乌克兰的战机要追到俄罗斯的境内去打人家去。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同样也是这种可能性不大。如果一定是用空空导弹打下来，更大的可能呢是美国真的把它的 AIM 空空导弹呢提供给了乌克兰。因为这个消息呢，尽管并没有太确切的信息来证明，但美国是这样想过。这就像暴风阴影一样，暴风阴影现在刚披露说要提供给乌克兰，结果马上已经投入到战场使用了，说明呢这个事情呢，如果是真实的，应该在以前就隐蔽的进行了。不过总的来看呢，用空空导弹打下来的可能性，我认为在各种可能性当中是最小的。因为什么呢？俄罗斯空天军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说发现乌克兰的战机起飞了用于这场空战，而且一下打下来这4架飞机。所以我说呢，这可能性有，但不是最大的，或者是比较小的。第二种可能呢，就是俄罗斯的有些媒体传过说俄罗斯误击了，但看来这种可能性也不大。您知道，现在俄罗斯方面有媒体说了，发现呢来袭的导弹是从乌克兰方面打过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无疑的这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了。如果用排他法进行排除的话呢，那么第3种可能性应该说是最大的，就是乌克兰用它的防空导弹打下来的。那乌克兰现在手里的防空导弹呢，有这么几种，一个那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S-300，还有山毛榉，那还有美国提供的爱国者。对。那么您觉得是哪种导弹最有可能呢？应该说呢 ，S-300打下来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一个 S-300它本身呢并不落后，第二个呢，它的射程相对来说在这3种防空导弹里面是最远的。其实爱国者导弹它当然是更先进，但它的射程大概在70公里左右。山毛榉它的射程就更近了，而爱国者导弹刚刚提供给乌克兰，说部署到边境上用于防空作战。大家想想，如果你是军事指挥员，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宝贝疙瘩不会不放在要地防空，而放在前线防空去。而 S-300本身就在乌克兰它的防空军里面，它的量是最大的。前阵说俄罗斯的柳叶刀用
它的有一道无人机打掉了不少乌克兰的像山猫举和 S-300，同时从另一个方面也证明它还有不少 S-300和山猫举存在啊。而 S-300它的精度、它的射高、它的射程、它熟练的程度，应该是在这几种防空导弹里面，乌克兰运用的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那么如果是用 S-300的话呢，目前看啊，都是射程啊，包括它的那个突然性啊，可能呢这都是可以对得上的。但是唯一有一点呢，我觉得可能有一点问题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乌克兰怎么能把握这么好的机会？他就知道俄罗斯的飞机就从那儿飞。对，你问的是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因为这个 S-300导弹车的地面行驶速度是远远跟不上飞机的。对的，不可能说我在空中发现了飞机，我导弹车往哪冲，然后赶紧发射导弹把它打下来，这不可能。只有是我提前知道了它这个飞机要经过这儿，我提前在这里设伏，我才有可能一次来取得这么大的战果。对的，这就有可能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俄罗斯的战机是经常从这个地方出没的，给人家掌握到了规律。当然了，也不排除啊，西方在他们的电子侦察系统啊，发现了俄罗斯这几支部队的行动的计划，这个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这些都还不足以使乌克兰的防空部队能及时捕获这些战机。以我个人的在部队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来看，有可能是俄军的敌我识别器的密码被人家破了。敌我识别器是用在战场上面进行识别你是我机是友机还是敌机的，一般在战场上都会开着，以避免呢被己方的导弹或者是飞机给击落了。按说呢，这是部队的最高机密之一。但是从这次情况来看，居然一下子打下了4架，这个恐怕就不是偶然的了。你能掌握这4架飞机的准确位置，同时在1天之内就能掌握，这不是说一般雷达都能跟踪的这么紧密的，是做不到的。只有从敌我识别器熄灭你的行踪来掌握，这是最有可能的。所以啊，俄罗斯方面可能要好好总结总结自己的他们存在的问题了。所以这一次表面上看是一次空中的斗争，但是本质上还是情报的斗争。对，在未来战场呢，谁掌握情报，谁就会占据战场主动权。对于这一点呢，我们中国也要提高警惕。好，本期节目我们先讲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下期再见。